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回来，我是你的塔罗牌占卜师 Jessie。我们的一生啊，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无论我们遇到了谁，他都是在我们生命中应该出现的，来度我们的人，他绝非偶然的出现哦，他一定会在跟你相遇的期间呢，教会你什么，也许他会让你知道什么才是好的，也许他会让你知道什么才是坏的。它会在你的人生路上呢增加几分乐趣，或者是增添几分烦恼。总而言之，都是因为相遇，才会有非常多的妙不可言，才会让你的人生有更多的悲欢离合，让你感觉到完整。人这一辈子会遇见很多人，也许会错过很多人，每个人都会在你的生命中停留一段不同的时间，有的人久一点，有的人短一点，但没有人是会陪你走到人生的尽头的。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为何你们可以相遇呢？真是非常大的缘分哦。所以无论如何，请感谢生命中的每一场相逢，它都会让你感受到完全不同的喜悦或者是悲伤的。生命中也总有那么一个人会让你情不自禁地想起来，也总有一份情呢，是让你也许刻骨铭心，也许留有遗憾的。佛会说，前世若不相欠，今世不会相见。那么有缘千里相遇，无缘对面不识。今天的这个塔罗牌占卜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谁正在进入到你的生命之中。他会给你的生命点缀几点星火呢？他会抱着怎样的一个目的来到你的面前呢？你们又会建立怎样的一个关系？缘起时用心珍惜，才不负相遇之美哦。缘灭时也要真诚告知，才不负相处之乐。人来人往，不必太过于计较，缘起缘灭都是天意。所以亲爱的，今天呢，我们就来保持着一个期待以及感恩之心，来接受宇宙通过塔罗牌给你的讯息。这个人是怎样的特质，到达你的生命之中，想跟你建立怎样的关系，抱着怎样的一个心思。那目前呢，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哦。最左边是第1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我们现在呢，先来进行一下小小的冥想，沉浸一下我们的思绪，然后进行牌组的选择。首先，请静心几秒钟。然后选择让你最有感觉的牌组，哪一张牌卡深深吸引着你呢？选择好之后，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宇宙要给你的讯息了。请在聆听讯息之前，记得留言，记得点赞，记得分享。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Jessie 的频道，记得订阅 Jessie 的频道，我将持续给你带来丰富的占卜的。好，那现在你选择好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亲爱的，选择左边第1组的你，我们来接受一下宇宙给你的讯息。那么首先呢，我们来验证一下你近期的生活状态、心态。如果有验证到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毕竟这是一个大众占卜，如果没有任何感觉对应得到的话，那你可能要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冥想，进行一下牌卡的选择了。好，首先当下呢，你的生活还是比较平凡的，但是呢，你会在平凡之中去寻找到不平凡，去感受到这种小美好。内心呢是保持着简单，自己的人生呢也是比较随性、比较随意的，没有刻意的要去做改变，或者是要去做突破，好像有一点点的一成不变。不过没有关系，你蛮接受当下的生活的。即将迎接出现的任何的事情，心态呢实际上是比较健康的哟，而且对待于人生也是保持着耐性，对待自己的成长，对待自己的经历呢，都是比较舒适从容的一种心态。当下呢，你也会不断的去修行自我，
也有蛮多的一些感悟的，也会正视自己的一些不足，在做自我调整，甚至呢在做一些自我的挑战，可能没有把太多的一些时间、精力、心思呢放在别人的身上，或者是周围的环境之中，而更多的在于修行个人的智慧。我们这边出现了隐士这张牌卡哦，看到呢你正在倾听自我内心的一些想法，并且也有在做一些反思自己迄今为止的人生旅程，你从哪里来，希望可以达到怎样的一个位置，你当下是否是快乐的，你想去哪里呢？你会花时间跟自己独处，而且不想去做任何的体力活动啊，或者是让自己非常的外向活跃，更多的时间呢，可能在于自己在家里面，或者自己享受一个人的独处，可能不愿意有太多的日常生活的这种社交哦，愿意让自己呢更加的安静一些，会可能抛开一些无聊的世俗，做一些自己内心真正想做的事情。其实呢，你也会开始去倾听，或者是遵循自己内心的愿望，自己的心智哦是更加的成熟一些了。可能想要摆脱一切，可能呢你需要离开一些时间，可能想避开某一些人物，让自己故意的低调行事。那么如果你在情感关系里面的话呢，你可能想退出这种情爱生活，希望自己有一段时间的自己的独自的空间，独自的经历，然后再去做一些深层次的思考，可能也会退出一段关系去进行一下反思。你会希望自己有一个年长或者是更成熟的伴侣哦，也许在当下的恋爱关系里面，还是有一些孤独感，或者是没有觉得对方完全的去懂自己，没有关系，你当下呢会更加的有这种柔情的能量，会更加的去支持别人，同时也更加的理解自己。那内心呢是比较顺畅的，你也正在去设立自我的一些界限，设立自我的一些原则，让自己呢更加的有一些突破。其实是蛮好的。近期的这种心态啊，这种心灵上面的不断的觉悟啊，以及自我的反省呢，重生都正在发生。你也正在治愈自己，正在修正过去的一些错误，让自己的心态呢更加的宁静平衡。之前呢可能有一些人际关系啊，或者是有一些事情呢完全没有处理干净，你正在清理一些烂摊子，让自己更加的有负责任之心，让自己呢在做事上面更加的积极，不断的去做一个思想行为上面的修正，正在获得重生呢。那其实你真心还是蛮期待更加的有长久之计，当下会觉得任何事情一步一步慢慢的来，不想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对于自己的状态还是比较认可的，对于自我的成长呢也是比较肯定的，也会看到通过你的修行，通过你的努力呢，是可以好好的滋润自己的幸福感，好好的去经营自己的人生的，也知道今天的努力呢是为了明天更加的美好。当然还是期待人际关系未来会更加的有趣啊，更加的紧密啊，更加的有意思。当下呢可以享受独自一个人，给自己一段时间，但也不会过分的去封闭自己，都是为了未来呢去做更多的一些计划打算。而且当下的这种休息啊，或者是修正啊，或者是充电呢，也是为了未来可以更好的出发。这是你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哦。我们来看一下近期你在别人眼中是怎样的一个样子。首先，你是在别人眼中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自我认同感的人，会
会敢于接受他人的质疑或者是否定，也拥有被讨厌的勇气。我管你喜不喜欢我，或者是你怎么看我呢？只要我自己喜欢，我自己满意，我自己高兴就好了。所以不太会在乎别人的一些评价呀，也不会被外界所影响，也不会被一些流言蜚语呢所去左右你的想法。有的人呢会觉得蛮羡慕你的，你想做的事情都能做成，而且给人一种很落落大方、比较从容、比较自信的状态，会相信自己的能力啊，坚定自己的信念啊，或者是很坚定自己的一些高标准价值，坚持走自己认为对的路，会觉得你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同时呢，也会觉得你蛮浪漫的，你有一些浪漫情怀，在人际关系上也会展现自己的温柔、体贴跟美好。可能你身边的暧昧者呢是有的，而且感觉你是一个有情爱选择，或者是在自己的人生之中呢有一定的追求者，有一定的暧昧者，别人呢对你是尊重，对你是敬仰的。如果说你想脱单的话呢，实际上你是完全可以的，只不过并不是每一个对你有意思，每一个喜欢你的人，你都会允许给予对方的机会，你还是比较挑剔的，会遵从自己的爱情观，会选择自己想要的恋人，那不会因为想要脱单、想要爱情而去做一些混乱的事情，会遵从自己内心的感觉，不会轻易的就跟别人谈情说爱。另外呢，也感觉你在感情里面呢，应该是比较专一，应该是比较靠谱、认真的一个人。你会谨慎的选择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不会太过于的陷入到复杂的或者是短期的暧昧情感里面。另外呢，你应该也是很喜欢美丽，很向往这种罗曼蒂克的情感的，同时做事情呢也是比较公平，也是比较客观，也是愿意将心比心的。感觉你的能量呢还是比较强的，身边总是有一些人你可以选择，身边总是有一些机会你可以选择。你的外在条件啊，你的人格魅力啊，以及自己的才华呢，都是属于比较在线的。可以看到你在别人眼中是一个很不错的样子。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到底你正在显化怎样的人来到你的身边呢？首先非常奇妙的讯息这个人呢，他应该年纪是比较轻的，而且他正在治愈、疗愈自己，可能曾经有一些情感上面的伤痛，可能受到原生家庭对于情感呢是有不太自信的安全感的。他当下呢正在吸收能量，希望跟一些更加美好或者是更加有能量的人多一些接触，很想去摆脱一些有毒的人啊，或者是有毒的环境啊。他是想要接触那些给他带来更多的阳光，或者是给他带来更多的智慧，给他带来更多正能量的人。希望呢可以跟品行端正啊，或者是条件啊，更加气质啊、气场都更加好的人，多多的做一些互动。而这个人呢，也正在减肥之中他属于不是很瘦，也并不是很高的人，可能自己的个子在中等，或者是中等偏下，标准身高偏下。或者是呢，他当下正在减肥之中，希望自己的身形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健硕。对于自我呢，还是有一些挑剔的，还是有一些高标准的，希望自己可以在形象上面呢更加的有诱惑力，或者是有更好的给别人一个形象上面的建立。他也是比较注重外在形象，比较注重美的一个人，不会放弃自我，
而这个人呢，也有一定的评判之心，并不是很容易获得满足，是有一些挑剔的，有时候呢是比较黑白分明的，可能并不是一个和事佬，或者是情商并不是很高，不过他是有上进心，是愿意不断的去修正，愿意不断进步的人。那这一点呢，跟你还是比较像的。可能他的星座呢是火象或者是土象的星座，狮子座、白羊座、射手座，或者是摩羯座、处女座、金牛座。当然请同时参考月亮、太阳、上升星座。他是一个充满激情跟热情的人，而且呢也是很喜欢冒险的，富有创造力，比较讨人喜欢。往往呢跟别人交往的时候还是很真诚直率的，喜欢那种简单的交际模式，不会想要去思考太多，是比较外向的人，而且呢也是比较高调的，往往呢希望成为别人关注的焦点哦。他也希望自己的人生蛮多精彩，蛮多充实的，可能比较行动派哦，不太容易静下来或者是闲下来。一旦无所事事的话呢，他就会觉得非常的寂寞，或者是非常的无聊。他是很不喜欢无聊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希望呢让自己的人生安排的满满的，更喜欢一些热闹，更喜欢一些精彩。当然也很希望遇见那种阳光灿烂、很快乐、很积极乐观的人。他是非常注重这种快乐的幸福感的，很喜欢跟周围的人呢都玩得很开心，很希望呢周围的人都是在一个很快乐的情绪里面。一旦他进入的这种环境之中哦，是处在一种比较尴尬或者是陌生的状态，他是会去讲一些笑话啊，或者会去调动一下大家的情绪的。他也很注重别人对他的评价，希望获得他人的认可。这个人呢，他的心胸是比较宽广的，是比较大气的，没有太多的一些斤斤计较的心态。而一旦他爱上别人，或者是对某件事情比较喜欢的话呢，他是会保持足够的热情，而且也是愿意大声的去展示的，大胆的、勇敢的去追求的。这个人呢，他对自己未来可以成功还是蛮有信心的。他给人的能量呢是年轻、有活力、很热情、很开朗，并且呢也是蛮有决心的。所以这一点挺让他有魅力的。他专注于成功而不是失败哦，其实算是一个越挫越勇的人，不会有太多消极的能量。当他跌倒了，他就会站起来，拍拍身蹼，总结一下经验，再一次出发。他聪明伶俐，有远大的理想，胸怀大志，希望自己将目光投向成为最好中的最好，希望自己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好。他也愿意去做很多新的一些体验啊。他有时候呢可能是有一些急躁，可能有时候呢并不是很有耐心，但这个人是比较有韧性的。有时候可能也是有一些浮夸，或者是有一些奢侈的。他并不太擅长财务方面的事情，他更多的呢擅长可能体力呀，可能擅长行动力，可能也是一个有很多创意的发起者，他有蛮强的创业能力的。他喜欢参与项目的初期跟这个活跃的阶段，因为最初的这种阶段呢，让他有足够的新鲜有趣的能量。而且这个人呢，他的能量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他是可以不断的爆发的。他也喜欢看到那种激动人心或者是戏剧性的结果。他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
可能一旦自己想要创业的事情或者做的事情呢，进入到一个一成不变、很无聊的阶段的话呢，他就会把这件事情交给别人做，或者是他就可能辞职去转行，或者是转到其他的团队。他很不喜欢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事业太过于的沉闷或者是乏味了。如果他不得不在某件事上坚持太久的话呢，他可能就会变得焦躁不安。他是天生很爱运动的一个人，他也有一定的竞争力，这会让他感觉到兴奋。他讨厌在任何事情上都屈居第二位。他选择的体育活动呢，应该都是有一些竞争机会的，都是一定要去选出第一名啊，或者是第二名这样的。另外呢，这个人其实蛮公平公正的，他也很讨厌一些腐败啊，或者是欺负弱小的事情。他是一个比较强大的盟友或者是保护者。这个人也是有一定的战斗精神的，他想成为一个非常独立的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呢，是害怕被攻击，或者是害怕脱颖而出的。一旦他的人生经历阅历足够丰富之后呢，他是会越来越强大，是很不容易被制服的一个人。他有时候呢，自尊心是比较低的，一旦他被周围的人忽视的话，他就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强大。他的自尊心是比较高的，他是比较爱面子，而且特别需要爱，特别需要被别人关注的人。这个人他不希望人生有太多的一些努力了，他会注重物质生活，但是呢，没有太愿意付出自己所有的时间精力去挣钱，可能更注重的是玩耍。事业对他来说是一部分，生活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会尽可能的达到一个生活的平衡状态哦，不希望加班加点啊，不希望为了挣钱而舍去很多玩耍的时间。他会觉得轻轻松松的生活享受是最好的，用最少的钱去做事情呢是最好的。希望可以将自己的爱好变成自己的事业。通常呢，他是有多种收入来源的。通常呢，他是愿意去找一些兼职啊，或者是去不断的寻找挣钱的机会。但是呢，这个挣钱的机会是让他高兴，让他觉得玩得比较开心的。这个人你会看到他的生活经营起来有一点轻松，有一点完全不费力的状态，因为他时刻都是洋溢着这种很快乐的、开心的能量的。他也是希望自己的人生呢是非常有趣的，这是一个有趣的灵魂，属于比较随波逐流的人，不会让你觉得他的想法呀，他的行为处事啊，跟大多数人都格格不入。把他扔在人群里面呢，他是比较亮眼的，而且他也是可以跟周围的环境呢很融合的，他的适应力是比较强的。这个人非常的有意思。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出现跟你之间是怎样的一个缘分呢？有可能他是来更改你的婚姻观，或者是来更改你的家庭观的。在你建立婚姻家庭之前，他出现是让你做一些思想上面的纠正的。可能当下你自己的思想行为上面呢还不太适合建立家庭，而他的出现呢会让你有更多的一些刺激，来让你在感情里面有更多的经验，有更多的技巧，让你懂得处理情感中如果双方人际关系上面思想对立矛盾之后，如何去处理，来解决这些
矛盾的技巧来增加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所以最主要的还是让你在情感里面的有所突破，有更多强大的经验。所以它应该不是你的正桃花，它可能只是在你人生之中一个短暂浪漫的出现，而它的出现呢，必定让你在思想上面有蛮多的成长成熟的，必定呢会让你更加的脚踏实地接地气一些，让你有更多的一些领悟修行跟改正。而他可能对于有的朋友来说是你的前任，或者是你们之前就认识了，但有一段时间的断联或者是分离，或者这个人呢是你在旅途之中认识的。我们这边呢有流动的能量，也有交通工具的能量，也有可能有的朋友呢近期要去做旅行啊，然后在这个旅行途中呢有交谈，有认识到这样一个有趣的人，或者有的朋友会在自己搭乘交通工具，有交通工具场所认识的。那马术俱乐部也算我们这边有看到2只动物，那或者是跟动物有关的地方，猫咪咖啡厅也算这个人呢，应该不是在网络上或者是社交媒体之中认识的，你们应该是现实生活中认识的，而且应该也并不是通过朋友介绍的，最多呢是跟朋友一起认识的，也不会是朋友给你介绍的人。那他进入你的生活之中呢，是想跟你搭建很亲密的关系，他想先跟你做朋友，然后建立持久的友谊，然后呢再慢慢的发展。对于跟你之间的未来呢，其实有更多的期待可以看到他喜欢你很重情重义的品德，他很想成为你的知己，希望跟你在思想上面有更多的一些磨合，而且你的为人处事啊，他蛮喜欢的，他喜欢你身上的那种味道或者是喜欢你那种处事不惊，或者是喜欢你的一些性格脾性，感觉跟你是有些熟悉的，而且呢感觉跟你是有长期的缘分的，就莫名其妙的会很欣赏你，很想跟你有更多思想上面的磨合，他对你是比较有兴趣的，而且呢这种心情是比较认真的，他会很喜欢跟你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他觉得你这个人呢也是比较单纯，没有太多杂念的，可能对你是有一些不理智的期待，但是说白了就是对你有感觉，然后自己呢没有想太多，就是想慢慢的了解呀，慢慢的认识，慢慢的来。如果在你的人生之中呢，陪你走一段路也是蛮好的。其实没有奢求要跟你结婚啊，或者是要跟你建立天长地久的爱情但是有一些幻想，也有一些实际。可能他在知道你们之间还是有一些距离的，你也并不是对他很深爱的人，就当下呢可能会觉得你们2个人的关系也许是有一些障碍的，也许是有跳脱不出去的一些困难，可能大家的年龄差呀，可能大家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或者是不同的城市啊，可能2个人就是对于旅行的人来说就是短暂的一个时间可以接触一下等等的，总之呢他没有太多的奢求，而你们之间的关系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进展，因为有蛮多不确定的状况发生的，所以这种情感呢是不稳定的。
最终还是要看真实见面之后大家相处的状态。总之呢，他对你是保有希望的，想要跟你建立长期的关系，但并不奢求一定要进入到爱情之中，会对你更多的尊重，更多的欣赏，也愿意可能你更加的主导，聆听你到底想建立怎样的一个关系，他都是愿意支持，也并且保持着理解之心的。那么宇宙呢，最后给你的重要讯息是，请无条件的接受就好了，用天使的眼光看待自己跟他人。在这段人际关系里面呢，你会受到启发的，并且帮助你也会帮助他，都达到很高的一个潜力，都会激发你们也许的一些情爱技巧啊，也许激发你们的一些天赋啊，在你们的思想逻辑上面呢，也会做一些调整哦。巧遇必有其原因，这都是上天的安排，推动你愿望出现，也会让你感觉到更加的亲切，感觉到更加的安心的。跟这个人在一起呢，你会有一种熟悉感，你会有一种踏实感，而这种感觉呢，你就可以认出他。同时希望你保持着一个企业家的心态一样的，在我们的感情里面也是哦。如果要成为一个企业家，你必须要有团队，你必须呢也要有同僚，你必须要有一起奋斗的人，得到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那么在感情里面也是，在感情里面呢，我们也需要有人的出现来帮我们推波助澜，让我们成长，让我们有更多的经验，让我们有更多的一些收获，让我们有更多的可以分享，让我们可以成长。就像我们在做创业一样，我们先要去修我们的技能，然后收获到足够的经验之后呢，我们才可以逐渐的走向成功。而下一个情感中的人呢，他就是让你可以成为一个感情企业家途中的一个可以让你领悟，可以让你有一定觉醒的人，所以蛮好的，请期待他的出现吧。虽然说是短暂的烟花，但是呢，也会让你收获满满的。好，亲爱的，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大家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好了，亲爱的，选择中间牌组的你，我们来接受一下宇宙当下给你的讯息。首先呢，我们来验证一下你近期的生活状态跟心态哦。如果有验证到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完全不对，没有感觉的话呢，你就需要跳脱出去，重新做一下静心冥想牌卡选择了。看见近期呢，你还是比较忙的，生活也是有源源不断的事情发生，是比较丰富，自己的生活也是安排的比较充实。在很多可能自己力所能及或者是不知所措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会有更多的一些体验，更多的一些智慧，有更多的一些洞见。近期呢，正在增长自己的智慧，对于很多事情也在追根究底，也在回到源头，也有蛮多的一些疑问的，可能问自己自己是怎样的人，适合怎样的事情，要去到哪里，希望有怎样的一个成就，可能也会收获满满的一些启发的，在自己的心灵层次啊、思想层次上面呢，也会获得再生。可能在情绪上面呢，有时候是有一些情绪化，是有一些极端的。当下呢，你进入到生活一个比较强烈的情绪化的时期，对于自己喜欢的、有感觉的，会很热情，会很投入。那对于自己可能不在乎的、没有太多感觉的事情呢，可能就有一些冷漠，或者是有一些漠不关心哦。对于人事物都是这样哦。
在情绪好的时候可能会非常的好，情绪坏的时候呢，也是有令人讨厌这一点的。大多数时候呢，你都是希望足够的和平，宁愿和谐，也不愿意有任何的敌对，并且呢，也会回避任何让你觉得不愉快或者是不安的事情。近期自己是比较敏感的，而且对周围的环境呀、气氛啊，都非常容易感同身受。近期的这种感受呢，也是蛮深的，但经常呢会把真心实意藏在自己的内在，不会太多的表现出来。有时候呢，在情绪上是比较脆弱的，有时候呢是容易心烦意乱的。如果周围有这种比较紧张的局势的话呢，你可能更愿意成为一个和事佬、中间人、调解人或者是谈判者。在人际关系上面呢，会虚心的听取别人的一些诉求，不会去偏袒任何一方，自己是站在一个公平、公正、很客观的一个角度的。当下呢，你可能会更加的去有一些支持度，有一些理解力，也会有更多的一些聆听自我直觉，不断的去疗愈、自愈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当你出现情绪偏激的时候呢，你会去做一些自我的调整，会慢慢的去恢复更加和谐淡定的状态的。在自己的思想之中呢，有更多的一些修行，有更多的一些调整。其实最近呢还是有比较好的业力关系的，你自己呢也在比较搭建一些善良的福报，会有比较幸运的能量，同时呢也会表达对别人的感激之情。当你收获到一些金钱物质的话呢，你也会做一定的节俭，一定的理财，或者是一定的感恩。其实心态是比较好的，是很健康的，身心灵很舒适的，只不过有时候就是有一些敏感，有一些情绪化而已。有时候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幻想。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之前呢你可能更加享受独自一个人当下还是决定要积极的外出去寻找一些浪漫，寻找一些爱情，或者是建立一些人际关系，更多的互动了。你可能之前已经单身一段时间，或者是独处一段时间了，现在觉得生活中呢还是需要更多的一些热闹，更多的一些温暖，或者是更多的一些浪漫。可能有时候呢会做一些白日梦，会有一些空谈的幻想，但是呢近期还是想去积极的做一些什么，不会认为社交是浪费时间的了，想更加的遵守一些规矩啊、规则啊，在感情里面保守一些，也就是更加注重传统的一些情感思想。那到怎么样的一个年纪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不会太过于的叛逆或者是想法太过于的小众，太过于的逃避，还是愿意循序渐进的去发展自己的人生。另外呢，在自己的情绪上面，有时候会确实有的情绪会破坏自己的正常作息，或者是自己的稳定性。可能有时候呢，也比较难专注于一些事情，没有太过足够的一些信念。当自己出现太多的情绪的时候，当然是有一些难以忍受的，可能也会妨碍自己的日常运作。有时候可能会晚上睡不着啊，或者是失眠啊，或者是熬夜啊，那或者是有时候呢情绪好的时候就是早睡早起，心情美美的，情绪不好的时候可能就会吸引到一些各种琐碎的小事情。当然在情绪上面是有一些稍微失控的，你也正在去尽可能的寻找平衡。
有的朋友可能近期呢想去计划一些庆祝活动或者是聚会，希望向自己的朋友跟家人发出邀请，希望自己呢可以有一种期待，或者是搞一搞兴奋的气氛，让自己可以玩得开心。有的朋友呢可能是想要去通过这样的一个派对跟朋友家人共度时光，让自己呢脱离一下长时间的独处，或者是让自己调动一下情绪，更加的善于交际啊，出去走一走啊，拜访或者是跟家人多一些接触，那多打一些电话呀，或者是多一些问候啊，也是你比较想期待的。有的朋友可能近期有过度沉迷于酒精，或者是面对食物的诱惑会糟糕的宿醉啊，或者是暴饮暴食啊，那可能在自己的节奏上面呢需要更多的考虑节制。有的朋友可能现在正在努力去修饰自己的外表，让自己呢更加的精神，或者让自己更加的时尚，让自己看着更加的好看、精致、优雅，希望通过自己的很好的印象去打动别人，或者是让别人注重到你的很优质的那一面。当然生活里面也有过度放纵的那一面，不管是对于食物还是饮料还是购物，甚至有的朋友可能也会有蛮多去打牌的时间的，还没有找到一个自己很正规的很自律的生活行动举止。那过度的话呢，可能就会让自己达到行为并不是非常的端正当然你自己呢也是会调整的，慢慢的让自己对生活更加的有信心，慢慢的摆脱过去的一些过强的悲伤啊、不安全感啊，或者是欲望。你相信呢，通过自己一点一点的克制，事情会变得更好的。你也希望可以更加的平衡，生活达到一个改善。真心期待呢，可以更多的一些休息，更多的一些放松，更多的一些调整，达到思想上面的健康，达到身体心灵上面更多的健康。特别有的朋友身体上有不舒适的话呢，你也正在期待有更加的一些规律，更加的去改善自己健康，让自己呢更加的舒适。在自己的思想上面呢，也想去摆脱旧的一些想法了，想有新的创意啊，新的 idea 啊，或者是不要有太多传统的思想包袱了，可能想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加理智、更加清醒的人，对于任何事情有更加的一些目标性，有更准确的一些判断，准确的一些选择，希望自己在头脑思想上面有所突破，有更多的一些改革，摆脱旧的环境或者是旧的人事物。有的宝宝呢也很想换新的环境，或者是想换新的工作了。那当下呢，你期待走出困难的时期，虽然进展可能是比较缓慢的，但是你是有机会去重建，你是有自己可控的力量去掌控自己的人生，去让自己更加的突破一些糟糕的情况，展望呢自己的未来。当然可能之前或者是当下做的一些行动呢，并没有太快的可以见效奏效的状态，只要你愿意不断的去变化，只要呢你不断的去尝试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新的一些想法，新的一些战略的话呢，你是可以让自己的头脑运转起来，突破瓶颈期，更加的振作的。所以近期呢会从消极的能量慢慢的转换到很强的正能量上面。而当你经历过这个阶段之后呢，会发现过去的种种事情是让你更加的
获得智慧、获得力量的，也会帮助你获得新的一些视角，给自己更多的充电啊，带来更多的一些能量。而且近期呢，也有一些朋友想要去出门旅行了，或者是做一些度假，让自己呢有一定的时间可以放空，或者是摆脱之前的这种浑浊的能量重复的模式，给自己带来更多的一些新鲜感，带来更多的一些奇迹。所以在我们的心态呢逐渐的开放，逐渐的阳光之后，运势呢也是在开始慢慢的提升的。那以上的验证讯息有触碰到你吗？有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现在我们看一下，在别人眼中你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存在。首先，在别人眼中会觉得你是一个漂亮的人，你的生活是有一定的品味，或者是对自己的外在形象呢，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即使是坐在电脑前，即使可能是比较枯燥乏味的工作，或者是学习的状态，你每天呢都还是让自己打扮的美美的，让自己呢看着是在一种很精神抖擞，看着是一种很赏心悦目的情况，所以别人会觉得你是一个懂得打扮的人，你是懂得去经营自己的人，你也是有一定的艺术审美力啊，或者是懂得服装搭配，懂得什么样的衣服适合自己，也知道什么样的颜色可能让你看着更加的好看，感觉你是一个对生活呢有一定的要求，对自己呢也是很注重外在的气质气场的人。所以一个懂得自我爱、自我照顾、自我经营的人呢，必定是比较靠谱的，必定呢不会让自己过于的混乱哦，应该是一个认真生活，认真创造自己的人。在别人眼中呢，你是值得信任的，感觉你为人呢也是比较正直的，没有太多的一些心机，行为举止上面呢可能也是比较公平公正，没有太多的一些坏心思，在人际关系上面是真诚，是保持着爱的力量的，愿意去分享，哪怕只是分享一些自己的建议都是好的，会给予一些真诚的建议，没有这种很自私啊，或者是利用他人诱惑他人的这种坏心眼哦。而且感觉你也是比较有行动力的，做事呢不拖延的人，在别人眼中呢，你还是比较规矩的，是比较正派的，而且也是有一定计划谋略的人。你可能不会把自己的一些情绪啊，或者是很多事情都写在你的脸上，是一个懂得隐藏自我，可能是尊重自己的隐私，同时呢也不会去八卦别人，也去懂得尊重别人，理解别人，是一个嘴巴比较严，不会去讲流言蜚语啊，不会去讲八卦的人。总体的来讲呢，别人对你的形象气质都还是觉得很不错的，应该是在一个高分的能量之下。那也是比较勇敢，有所作为，有所担当力的。那这样的一个给别人的外在形象，让你正在显化怎样的人来到你的身边呢？首先来到你身边的这个人他应该是很有亚洲风情的人，有可能是来自于东方中国人或者是台湾人，应该自己的家庭教育呢就是比较传统的，自己在思想上面呢也算是比较保守，可能有一些旧的理念啊，可能也比较容易被家庭亲情爱情友情所捆绑的，并不是一个很外向或者是很叛逆的人。女生的话呢，应该就是黑头发，会注重自己的身材上面呢应该不是很胖的，应该是比较纤瘦的那一种，那有一定的这种中式古典风情如果是男生的话呢，在自己的思想上面也不会特别的时尚潮流，穿着呢也是比较朴实比较简单的。
很喜欢中式风的人。另外呢，这个人内心也是蛮有幸福感的，是一个很容易满足，很容易看见生活中的小美好。那内心是比较积极乐观的，是有好的性情、好的脾气，很容易被感动啊，很喜欢大自然啊，很喜欢动物啊，很喜欢在所有的人事物中去感受到这种幸运、美好跟积极。可能他也是一个很喜欢色彩的人，内心是充满着爱的能量的。除此之外，这个人呢也是很懂得同舟共济的人呢，是有合作精神的，懂得融入环境氛围。不会是特别挑剔啊，或者是背道而驰的人哦。他是比较随大众、随波逐流的人，跟当下所在的氛围呢，他会做好自己的角色，不会格格不入。人际关系上面应该也可以很好的达到一个交流。有时候呢，懂得复合；有时候呢，懂得去做妥协，不会特别的高调。愿意显示自己的智慧、才华、聪明，而去跟别人反着干，或者是跟别人出现对立啊、竞争这样的一个思想，不会去踩着别人的肩膀而让自己凸显出来的。这个人呢，应该是比较随和的，而且也是很喜欢积极参加集体活动的人，在为人处事上面呢是比较和谐，是比较公平，是比较舒服的。那他的性格呢，很可能这个人的星座很有可能是风象星座跟土象星座的人，天秤座、水瓶座、双子座，或者是金牛座、摩羯座、处女座。当然请同时参考月亮、太阳、上升星座。他可能在自己的性格上面呢，还是有不太稳定，比较活泼，很勇敢，愿意尝试的那一面。因为他对很多事情呢都充满着新鲜感、好奇之心，所以他可能是不断变化的。他愿意去陌生的环境啊，愿意去接触陌生的人啊，愿意吸收很多自己没有接触过的讯息，所以绝对不是一个井底之蛙啊，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是越来越有大的格局，越来越有大的一个视角。他也不会安定下来，或者是制定长期的计划，渴望很多新鲜的事情。这个人他活在当下，而且他对自由有非常强的要求。一旦他在感情里面呢，或者是在人生中感觉到可以自己做主、自己支配、自己自由自在的话呢，他就会足够的享受。一旦被情感捆绑，或者是被别人压制的话呢，他其实是蛮难受的。而且这个人呢，他应该是蛮有承担力，蛮可以承担一些挫折的，并不是很胆小或者是很懦弱、很被动的一个人哦。他有时候是会有一些受伤啊，或者是痛苦啊，或者是失落啊，但是他不会消极很长一段时间，很快他就可以赶走这些消极的想法能量，然后让自己重新开始。他是可以不断重生的一个人。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古灵精怪的想法啊，有时候呢可能在自己的着装品味上面啊，或者是言谈举止态度上面呢，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但是他也接受自己的不同之处，因为他不会太过于的压制自己的想法，而是真实的表达自我。他很喜欢无忧无虑休闲的时光，可能没有太过于的注重权力、物质欲望，并不是很注重物质世界的人，但是他是非常注重精神世界，非常注重有爱的能量的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由，可以为了爱情而放弃足够的一些金钱，
同时呢，他也很喜欢旅行，很喜欢去度假，很喜欢到处走一走，到处看一看。那么特别是去别的国家，去感受不同的文化，去别的地方的话呢，他都非常的兴奋。这是一个有冒险精神的人，他会觉得一切皆有可能。当事情变得厌倦或者是无聊的时候呢，他就会为自己的生活创造一些新鲜的、令人陶醉的空气，就可能马上去收拾行李呀，说走就走。他是内心呢有非常活泼的小孩子的这一面的，有时候可能他会有过度活跃的想象力，他会有一些白日梦，他会有一些幻想，他可能是比较天真，而且是容易上当受骗的，因为他迷恋所有新奇的一些事物，他可能不会太过于的理智，或者是太过于的城府有心机。这个人呢是很精力充沛的，也愿意向所有的人展示他多么的享受自己的人生，多么享受自己的生活，多么愿意去尝试新的事物。你会觉得他蛮有魅力的，因为他是一个很追随自己幸福跟快乐的一个人，他的生活里面总是充满着一些新奇的好玩的事情，而他自己的心态呢也特别的积极阳光。只不过他存不住钱，他可能不太懂得节俭，更多的在于一种感觉，更多的在于一种享受。也许他喜欢购买啊，也许他喜欢把钱都用在旅行上面啊，也许他不愿意存钱，或者是为了一时的开心呢，他可能会拜，或者是去玩乐。所以他经常缺钱，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因为他做事情呢是不留后路的，没有太多的这种后顾之忧。当然可能呢在务实这一方面呢还是不太成熟，在职业或者是人际关系方面可能也存在着一定的承诺问题，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应该不会一辈子只从事一个事业，或者是没有太强的这种匠人精神是有蛮多想去不同的领域啊，想尝试不同的事业的，在情感上面也是并不太容易获得满足，并不太容易在一份情感里面呢就是建立天长地久，不会是很年轻就进入到婚姻之中。如果是的话呢，他肯定今生会有离婚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所以一定在有蛮多的经历经验，知道自己确实适合怎样的恋人，或者是适合怎样的婚姻，或者是有一个人跟他性格完全相合，两个人可以玩到一起，可以到处去走一走，到处旅行，可以降得住他的，他才会足够的温顺，足够的顺从。大多数时候呢，他还是比较独立的，但是他又很期待爱情，他很想遇到一个非常情投意合的人，最好呢大家的价值观啊，大家的人生梦想都是合拍的。这样的话呢，他就会非常的兴奋，两个人可以共同的分享，可以到处走一走，看一看。他想要的就是那种对于情感专一，但是对于生活有蛮多活力冒险精神的人。他其实还算是比较健谈的，他很好的可以去沟通，或者是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他在语言天赋上面还是有一定的魅力的，有时候会讲一些笑话啊，有时候呢会夸夸其谈啊，有时候呢会讲自己的梦想啊。一旦是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他可能就会讲话停不下来，但是他的故事或者是他的人生经历还是蛮有趣的，还是蛮吸引人去聆听他的语言的。这个人他特别希望在感情里面呢，大家可以精神上的结合，而不是肉体上的结合。他可能跟自己的恋人，他并不是一个外貌协会者，最主要的是看大家能否沟通，
不仅仅是关心身体上面的吸引，而是更加深层次精神上面建立可以很顺畅的交流，对于他来说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个人呢，他也是比较感性，也是比较热情的，他的外表跟他的形象对于他来说是比较重要的，所以他很关心别人对他的看法呀，别人对他的一些形象上面的吸引，他都是很开心的。通过机智、好奇跟吸引人来努力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这个人其实还是蛮迷人的，如果你是非常注重精神世界的话呢，你跟他在一起应该蛮开心的。如果你是注重奢华的生活，享受物欲、物质的话呢，可能他并没有办法满足到你，你跟他在一起呢，就并不会觉得很安全。他不是一个可以踏踏实实在那边挣钱、存钱的人。他的梦想里面也没有买豪车，没有买大房子这样的一个想法，而是更多的愿意跟自己心爱的人，大家可以去环游世界。那么这个人，你们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缘分呢？他对你可能是一见钟情哦，你们两个人不是两情相悦，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可能对他没有太大的激情，但是他会觉得你是他的梦中情人、理想恋人，你们两个人可能会是灵魂伴侣这样的一个缘分。你们是因为灵性频率相近而走在一起的，他会觉得你们有接近的价值观跟生活品味哦，而且你们两个人的沟通上面是蛮顺畅的，根本不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磨合。虽然刚开始呢是他先痴迷于你，先喜欢上你，但你对他是有比较好的印象的。在更多的沟通之后呢，会觉得两个人蛮默契的，好像很容易就达到一种和谐共融的状态，你比较懂他，他也比较懂你，在双方呢都愿意去直率表达心里真实的一些想法，可能讲出来的这些话语别人并不是愿意接受的，但是你就觉得跟他之间呢，大家是没有任何的隔阂，是可以很直率的讲出喜欢跟不喜欢，或者是自己任何的一些建议，或者是哪怕自己内心的小秘密，你都是愿意讲出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跟他接触，你会觉得非常的坦白，非常的舒服，然后大家成为了互相依赖的朋友，大家成为了互相信任，在你跟他思想上面可以沟通，而且你开始去真实讲出自己内心的话语的时候，你就是在向他开放了，你就开始喜欢上他，跟他有蛮多的一些聊天，然后呢有蛮多情感上面的加深的，而且你跟他在一起，你会觉得内心是很平静的，可能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爱的激情啊，或者是兴奋感，也没有刻意去营造那种甜蜜的气氛，但是就感觉到很自在，就感觉到大家可以成为很依赖的朋友或者是知己。这个人的出现呢，他其实是让你有蛮多的爱情技巧的，你们两个人就是非常的合拍，不谋而合，而且你从他身上呢可以提取到一些智慧，可以看到自己的不足，可以看到别人的优点，你也会吸收他身上的优点，所以他的出现会让你成为一个很理想的恋人的状态，或者是成为一个很懂得经营人际关系啊，很懂得滋润人际关系，会加强这方面的计谋哦。它的出现呢，也会给你带来暖暖的爱意，会让你在情绪上面更加的控制啊，会让你在见到不同的人事物有更多大度啊、宽容啊、理解啊、支持这方面的一些状态。
会让你打开自己的思想格局，让自己呢更加的公平，让自己更加的温暖，让自己没有太多的思想包袱，会让你成熟蛮多哟。那么你们的相遇，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如果你喜欢运动锻炼的话呢，可能是在体育中心，或者是在体育公园，或者是健身房运动的一些锻炼场所，也有可能是在看一些体育比赛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些专门观看比赛的咖啡厅、酒吧这些地方认识的。所以当下呢是有蛮强的这种身体运动的能量的，在这样的一种场所认识的。那对于另外有的朋友来说呢，跟这个人认识可能并不是在自己很熟悉的环境范围之内，可能不是自己经常去的地方，可能不是自己每天都会去的地方，不是在自己的公司，或不是在自己的学校认识的，应该不是你的同事或者是同学。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可能是在比较热闹的娱乐场所认识的，也许这个场所是有酒是有一些音乐或者是有水杯的地方，也许是酒吧呀，也许是咖啡厅呀，也许是俱乐部，或者是活动中心，或者是派对上，或者是商店、餐厅，可能是在这样的一些地方认识的。那么他进入你的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呢？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彼此疗愈，彼此可以对人际关系有更多的安全感，有更多踏实的一些想法。之前呢，如果在情感里面你不太容易建立这种很信任、很忠诚的关系，不太容易100%的开放的话呢，在遇见他之后，你会不由自主的就进入到一个非常真诚的状态，就会愿意100%的去开放自己。这其实是蛮好的，因为你们是想法一样的人，而且呢，在思想上面呢，大家都有蛮多的成长的。看见你跟他，特别是在想法上面呢，有很多突飞猛进，会非常大的一个跳跃，大家会用不同的角度去观看自己的人生，去观看周围的环境，去做不同的一些批判或者是审核，自己在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婚姻观上面呢，都会做大的一个调整呢，会看到自己可能之前的想法还是比较狭隘或者是渺小的，但是跟他沟通之后呢，你们都会吸取对方所长，你们都会看到更大的一个自己，去赞同更大的、更好的一个理念，所以会突破思想的瓶颈期。我们这3张牌卡都是在讲想法，那在自己的人生格局上面呢，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个人对你今生的想法都起着一个决定性、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很好的是，都在往积极的、更美好的一个、更大的一个道路上面前进。他对你今生呢都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也就代表着这个人出现呢，你的人生是有比较大的转折的。那你们会建立怎样的关系？确实是进入到新的一个层次领域里面了。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就是你的正缘，你跟他在一起呢，可能会建立家庭。对于有的朋友来说，这个人呢，你跟他可能会建立合作的伙伴，会成为知己，大家共同的前行。当你遇到对方之后呢，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快乐，而且让自己更加的清晰，更加的有方向感，知道跟对方要建立怎样的一个关系，自己心里非常的清楚，而你做事情也会更加的有目标性了。因为他的出现，你们都会让
双方彼此都变得更好，变得更强大，而且不用刻意的去证明什么，不用刻意的去做什么，就是一种顺其自然，灵魂之间的这种合拍，大家就会进入到一种灵性的伙伴组合。可能这种组合上面是不设上限的。如果说你已经在婚姻之中，或者是你已经在爱情之中的话呢，这个人可能就是你的良师益友，或者是你的贵人。如果说你单身的话呢，很有可能这个人呢就会跟你，他就是你的正桃花。非常棒的消息，未来跟你建立家庭的人他是你的灵魂伴侣，你们两个人在生活习惯啊，或者是处事想法上面都不会有太多的差异，即使有差，你们都是可以沟通，都是可以商量，都是可以互相的去妥协配合，然后找到最合适最好的一个频率想法的。你们是完全可以懂并且去欣赏对方的人，而且呢也是可以完全尊重对方的独特性，把彼此之间的这种差异呢视为趣味，会互相的去补一些不足。大多数磨合的时候很少，直接就会进入到一个很甜蜜的状态。你们在自己的物质世界跟精神世界呢，都可以达到合而为一，可以创造幸福的关系，而且呢，也愿意去分享更多的可爱、善良、美好。那两个人会一起的做功课，非常棒哦！你的灵魂伴侣即将进入到你的生活之中，恭喜你啦！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守护天使给你的讯息，大好时机哦，真的是会进入到一个更美好的层次里面，因为这个人你会有不同的行动力，你会更加的积极，更加的有活力，并且更加的大胆。请你呢注意一下征兆，你最近所接收的迹象就是上天给你的安排。有时候你的守护天使想跟你联系的，他们可能在你的道路上掉下羽毛啊，或者是掉下钱币及其他的一些线索，提醒你是受到疼爱的，而且从不孤单。你的守护天使呢，他们是蛮爱你的，他们会根据你的要求来派一个你最期待、最跟你同频率的人来到你的身边的，你的愿望呢即将达成，而他们呢时不时的想跟你去做一些联系，也许比如说你买单的时候，那这个钱呢资金呢就刚好是重复数字，比如说$11、11块啊，或者是你有时候会看到相同数字的一些车牌号码，或者是呢明明道路上面都没有任何的飞鸟，但是就是偏偏的落下来一只羽毛，或者是走在完全没有食物的道路上，突然闻到了自己很熟悉很喜欢的食物的味道，或者是明明走在这个道路上是没有花草的，但是闻到了很美好的花香，或者是呢捡到钱币的话呢，这些呢都是你的守护天使在给你一些暗示哦，他们就在你的身边，给予你帮助，那给予你指引，给予你照顾，请你更加的自信，也请你更加的开朗坚定，你是会遇见你的灵魂伴侣，是会进入到很甜蜜很幸福的人生状态的。你越是这样的一个磁场的话呢，那就越快跟自己的灵魂伴侣这个人去进行一个连接的。而且在遇到自己心动喜欢的人的时候，千万不要被动，更加的果决一些。那面对自己想要去抓住的人，或者是抓住的机会，你运用自己的力量，坦诚相待，只要是你自己要的，那你就去主动一些，那你呢就可以直接的表达你的实情，表达你的喜欢啊，表达你想跟对方在一起啊，表达你的认识啊。因为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可能第一次跟这个人见面的时候，你是
没有太大的感觉的，但对方呢对你是有一些积极的一些争取哦。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先不要太过于的被动，给别人一个机会，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嘛。多了解一下，多认识一下，都是好的。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可能在第一次见到对方的话呢，就觉得还是有缘，那感觉也比较熟悉，那就积极的、主动的，可能去留下联系方式啊，可能去做一些邀约啊，可能去做一些交谈呢，都是很好的。当下呢，是在一个好的时机点，那会遇见对的人、好的人，可以陪同你一起打开幸福之门。所以不要再耽搁，也不要再拖延了，你已经具备所有成功的条件了。多多的去移动起来，多多的去展现你的魅力，多多的呢让自己去运动啊，锻炼啊，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啊，去创造更多的可以认识陌生人或者是认识新朋友的机会哦。不要仅仅每天都是在家里面宅在家，或者是只在自己的学校家里面、公司家里面这种2点一线重复的生活。因为之所以你之前可能单身，或者是之所以你没有遇见自己喜欢的人，那你可能没有跳脱出这种熟悉的环境，你根本就没有创造机会去认识新的人啊。所以当下已经来到一个很好的时来运转的阶段了，去好好的 enjoy， 去好好的创造，去好好的去展现自己吧。非常棒的讯息哦。好，亲爱的，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Hello， 亲爱的，选择右边第3组的你，我们来接收一下宇宙当下给你的讯息。首先，我们来对应一下你生活的状态以及你的心态。如果有感觉有对应到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完全没有感受的话呢，那你就需要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牌卡的选择了。看见你最近呢，心态上面还是蛮平和、蛮平静的，自己呢看事情也会更加的有理解度，更加的通透。对于周围发生的人事物呢，你都是张开双手去迎接的，没有任何的不舒适或者是排斥感，还是有一定的适应能力的，并且呢，也会细心的去做一些体验，细心的去做一些观察，有时候也想要有自己独自的时间空间呢，去反思啊，或者去思考啊，或者是蛮享受自己一个人的状态的。请也可以看到呢，你当下比较享受自己的生活，你也会通过不断的反省来观看自己的人生进度，观看呢自己的人生状态是否是达到自己的要求，是否是在让自己足够舒适满意的状态之下的。近期呢，生活里面也有蛮多的生活仪式感，也会让自己呢内心感觉更加的幸福与满足。同时自己也是比较自律的，在生活习惯上面呢去改掉一些旧的不好的习惯，正在呢让自己更加的早睡早起，或者是注重自己的饮食健康，或者是注重自己的身心灵的健康。自己呢也从内在强化自己的人格，更多的自我的觉知，更多的了解自己的天赋，了解自己的想法，去发挥自己的潜力哦。其实近期你的运势还是蛮不错的，有一些项目完成了，那有一些人际关系的误解解开了，那事情呢好像更加的顺利了，自己呢好像也比较肯定认可自我之前的一些努力呀，你也会尽心尽力的去完成自己的任务，完成自己的工作，并且在做选择，在做决定的时候呢，也会更加的慎重，更加的有担当力，更加的有认真。对于自己，对于别人的态度呢，都是比较真诚的。那该你表现，该你争取的时候呢，你是会当仁不让的。该自己收获到的价值呢，你也会是尽可能的去完成，尽可能的去获得。那并不是说你是自私的一种心态哦，只不过更懂得掌控节奏，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对于自己想要的，会极力的去争取，不留遗憾。那对于自己不想要的
事情呢，也愿意去分享给别人，愿意给予这种谦让之心。其实近期呢，也是工作上面比较努力、比较勤奋的，心态上面也很有上进心。那也是比较顽强的，打不死的小强哦，或者是遇到挫折的时候呢，不会陷入到消极悲观的能量里面。就今日事今日毕，有挑战的话，我们就去克服。那如果生活太过于无趣的话呢，也会去给自己加一些兴奋剂呀，或者是加一些精彩丰富的事情，更加的充实。还有就是，其实心态也算是比较顺其自然吧。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经营的话呢，总是会获得更好的结果的。多一些耐心，不着急。那有的朋友呢，可能也在制定一些财务的计划，让自己有更多的存钱存款，可能在未来呢去购买一些大件。有的朋友可能在人际关系上面会去摆脱一些不合适的关系呀，或者是有毒的环境、有毒的人呐，自己会更加的积极一些。当然，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呢，还是会努力的去付出一些关怀、培养跟经营的。你的人生呢，可能到达了一个某比较舒服的阶段，而你自己呢，也会看到通过今天的努力，是在未来可以减少更多的压力，是会让自己在未来呢有更多的收获的。你也是蛮享受当下的生活状态，会花时间去反思一下自己到目前为止的职业生涯，以及对未来几年的一些看法。那自己呢，也会通过去总结一些经验，去面对自己错误的选择或者是错误的决定哦，只要去不断的去经历、去成长、去吸取经验的话呢，就不会往糟糕的方向前进，情况呢都是会好转的。你也会被同事啊、同学啊所看重，而且呢，也可能正在迎接一些可以合伙的机会，也可能正在搭建同事同学之间更多的一些合作。也会愿意投入一些时间精力在人际关系上面，在自己的事业工作效率上面获得更多的一些进步。如果说你在这种商业领域的话呢，你可能也正在制定一些财务计划，可能开始看到所有的辛勤工作即将有回报了，只不过呢，在获得全部的奖励之前，是需要更多耐心的等待的。现在只要去仔细维护自己的业务，只要知道重点做什么就好了。那你会让自己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会让自己期待看到一些积极的结果。在自己的商业之中呢，可能也开始获得一些微薄的一些利润了，会更加的专注自己的专业领域。如果说你当下正在考虑创业的话呢，那自己还是有一些商业计划成功的潜力的。你也愿意投入更多的决心，更多的一些行动来执行你自己的计划。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基础的工作，不会走任何的捷径。当下呢，也不会去走偏财运哦，自己可能也没有其他的一些旁门左道的心思，愿意坚持下做一件事情，更加的培养自己的匠人精神。有的朋友呢，可能选择这组牌卡的朋友，你们年纪呢是稍微大一些的了，那现在呢想要去做一些退休，或者是多年的这种辛勤努力的工作告一个段落了，愿意更加的轻松自在的去享受一些成绩呀，或者是去让自己的工作更加的可以自在一些，会
不要给自我太多精神压力感，不要给自己太多的一些欲望了，愿意把一些艰苦的工作给别人做，那自己呢只要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好了。你也可能考虑在如何运用自己的空闲时间，或者是去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啊，去做一些兼职啊，或者做一些投资啊，或者是有的朋友呢可能也在审核自己的生活费用，怎样会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舒适美好有品味。有的朋友呢可能决定去返回学习，或者是去创业，或者是去旅行，或者是开始新的爱好。总之在金钱方面呢还是有足够是可以支配的。那银行的这种储蓄存款呢也是一点一点的在增加，自己也会在思想啊或者是行动，在自己的习惯上面呢适当去做一些改变。其实还是比较开放的一个心态哦，不会固步自封。当下呢你的运势还是不错的，你可以轻松坐下来好好的去享受生活，那自己的这种压力呢也是逐渐得到一个消失，你已经或者是即将实现自己的目标，你的辛苦劳作呢是可以让庄稼长得很好，是可以采摘的，你的收获呢一定会越来越丰盛。当下你也会在想给自己有更多的一些奖励，更多的一些庆祝。目前呢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发展比预期的还要好，虽然很多事情来之不易，但你也是尽心尽力了，让自己呢有更多的安全感，让自己的处境呢非常的踏实。你可能呢也不再需要四处奔波，或者是疲惫不堪了去加班加点了，那也不需要去非常毕恭毕敬的听从老板啊领导的安排啊，也不需要特意的去拍马屁啊，或者是一定要求自己左右逢源，或者是让自己一定要去有很多的社交，一定要去建立很多的一些人脉。实际上呢当下更喜欢享受一些美食，那享受一些精致优雅的生活状态。看到你辛辛苦苦积累了这么多，现在可能会更加的让自己去实现一些梦想，去购买自己想买的东西，去消费一些自己很想要去做的很喜欢的一些事情。那自己呢也正在取得平衡，感谢之前自己的自力更生，感谢自己之前的这种努力跟独立哦，你正在往好的一个阶段进发。那你自己呢也愿意多多的流动起来，多多的走动起来，多多的去感受。有的朋友呢也充满冒险精神，让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一些经历体验，更多的一些新鲜感，让自己更加的有活力。有的朋友可能想要到乡下或者是风景优美的地方去旅行，去度假。近期呢你蛮接受当下的一切，很享受自己目前的人生状态，不想有太大的一个改变。即使你单身了，你都很享受自由自在的快乐，内心呢是有足够的幸福感的，没有太多的一些欲望。在头脑想法上面呢也是比较理智的，不想随随便便的就去让自己进入到另外一个不同的阶段里面。当下呢是觉得开心的、自由的、舒服的，那就维持当下稳定的状况就好了，不会受到肉体呀或者是爱情上面的一些诱惑，并没有太过于迷恋于情感，自己呢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挑战，太多的一些争斗，生活上面算是比较顺心顺意的，那就顺其自然，跟着感觉走就好了。如果没有遇到自己很喜欢的人的话，没有遇到这种真正的感觉一见钟情的话，没有遇到心动的话，那就保持当下自己的节奏，不要因为一个人而感觉到孤单寂寞，你是可以好好的安排自己的生活的。
有的朋友呢，可能已经在情感之中，已经在爱情之中，也没有想过马上就要有一个结果啊，或者要进入的承诺啊，要去建立婚姻，要去建立家庭啊。觉得当下呢，大家适可而止，互相的这种尊重啊，给予足够的独立自由也是挺好的。所以近期呢，你的心态是非常好的，生活呢也是比较如意的。那你也是有一定的收获，在人际关系上面，在事业上面，在自己的成就或者是性格的发展上面呢，多多少少呢都是元气满满，都是有所收获的。这是你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看哦。那在别人眼中，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在别人眼中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大方、很正直、很光明磊落的人，不会强势，而且呢是敢作敢为的，是可以坚持自己的一些想法，也愿意勇于做一些承担。感觉你是一个很有勇气去坚持自己的信念的，对于自己的能力呢，你也是比较自信的。在需要你去做一些配合呀，需要你去做一些改变啊，需要你去做一些妥协努力的时候呢，你都是可以义无反顾的，而且你可能也会很实事求是。做人呢是比较坦诚，不会当面一套背面一套，算是爱憎分明的，不会特意的去巴结谁，不会特意的为了金钱啊或者是利益啊去低三下四的。是喜欢的人呢，你就会多多的接触；不喜欢的人呢，你也是可以比较冷漠，可以转身走开的。而且在人际关系上面也是比较讲信用的一个人。有比较强的自我价值，那也是有一定的原则、一定的界限、一定的门槛的，不会放低自我的幸福价值感，不会放低自己的一些标准、自己的一些要求，很懂得自己想要什么，自己不想要什么。是有坚定的决心的，而且呢也会享受你的生活，感觉你是比较从容的，比较淡定的，而且内心是比较积极阳光的。同时呢你也很懂得打扮自己哦，会比较有艺术审美力，或者是生活有品味的人，知道在什么样的环境呢穿什么样的一个衣服，并不是一个很拘小节的人。那在自己的外在形象上面呢，也时不时的会给别人一些活力啊、开朗啊这种新鲜感，不会是一个总是同样的着装、同样打扮的，是可以不断的去跟随着环境变化，是去有一定节制平衡力的人，给人呢还是很精神、很有魅力、美美的，也是很注重自己的形象、气质跟气场，在别人眼中你是比较成熟的，而且是比较优雅的，是很坚持自我的人，挺有魅力的。那么你正在显化怎样的人来到你的身边呢？这个人哦，也是一个爱恨分明的人哦，他是像刺猬一样，爱就深爱，不爱呢，那就走开吧，离开吧，是一个比较果决、好马不吃回头草的人。同时，这个人也是蛮有脾气的，敢是硬碰硬的。如果在人际关系上面有人要跟他竞争对立的话呢，他是可以站出来勇敢守护自己的位置角色的，是敢于去有战斗精神，是不会退缩，不会懦弱，那不会退让的人。他也是很有个性，很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而且可能跟他不熟悉的人呢，会觉得这个人是身上带刺的，但是跟他熟悉之后呢，会发现他是一个很有爱的力量，而且爱得很深沉，爱得很执着很深的人。也许他容易吃醋，他是在情感里面有一些控制欲，有一些嫉妒心的，
但是他只会把自己最柔软的、最不安全的地方、最渺小的地方展现在自己的爱人面前。在外边的表现呢，看到他是非常刚硬、非常刚强、非常有斗志的，但是他的柔情呢，只让自己最爱的人看见。应该也是蛮浪漫的人的，而且他也是不定期呢会去除一些负能量，是可以去注重一些修改错误啊，是不断的让自己增加积极能量的。如果他有一段时间生活不规律的话呢，他可能在放纵之后就会定期的自己去做一个调整，他不需要别人去教导他应该怎么做，或者是他可能自己就是一个不断去重生、不断去进步改变的人，还是有一些自主性的。除此之外呢，他长得应该比较有特色，不能说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帅气、很好看，但是是属于那种很容易让别人记住的长相形象，而且是属于那种耐看型，越看越好看的那一种。他的穿衣风格呢，应该也是独树一帜，喜欢别具一格的，追求时尚打扮的独特性，那也追求自己思想行为不随众的状态。他是很凸显自己高调做事、高调做人的人，是有一定的表现能力，而且也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受到更多的关注。有时候呢，可能有一点点虚荣之心吧，有时候呢，可能是有一些爱面子的。看见你们两个人的时尚品味可能是比较相近的，大家都是希望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哦，都是希望心态更加的年轻啊，不落伍啊，知道当下的时尚潮流是什么，而且也是一个比较放松的人。那他的性格、星座很有可能是风象或者是土象的星座，他的星盘里面呢，这个风跟土带的是比较多的，很可能他的星座是天秤座、摩羯座、处女座，或者是水瓶座、金牛座、双子座，请同时参考月亮、太阳、上升星座。他其实是一个对于对错判断能力很强的人，而且他很喜欢光明磊落，他很喜欢任何事情咱们桌面上说，大大方方的展露出来，所以你这方面的性格呢，他特别的欣赏，而且他可能也很担心去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希望自己任何事情呢都是公平公正，都是客观的，都是不偏执的，都是比较平衡的。在自己的生活之中呢，他更多的是运用自己逻辑大脑的思想，而不是感情用事，而不被情绪所捆绑，所以他也算是一个比较理智、比较成熟的人。他不喜欢表露自己的一些情绪，特别是负面消极的情绪，他更多的是善于将自己的情绪放到一旁，然后忠于自己的一些原则。他会在做事之前呢，可能更多的去做一些考虑啊，更多的去做一些计划，并不是一个非常随心所欲的人哦。做事也不会是大大咧咧的，还是有后顾之忧，还是想得比较全的。那自己在行动之前呢，这个行动的后果是好是坏，或者是会出现怎样的一个结果呢，他都会权衡一下的，不会轻易的去做动作。在下决心之前呢，会考虑所有的一些观点啊，而且他的心理呢也是非常稳定的人，他会在所有的关系里面去寻求一个平衡。可能有时候呢，他更加偏好于低调，喜欢安静。可能有时候呢，他会理性的很可怕，会站在第三者或者是旁观者的角度去思考哦。
应该也是有一定人生经历经验的人，年纪呢不会很轻，而且也不爱去吵架。一旦出现很纷争矛盾的这种氛围的话呢，他宁愿转身走掉，等可能这个氛围缓和和平之后，他再回归，或者是一旦人际关系里面出现这种争吵的话呢，他会转身走掉的，等大家气消了之后，然后再去做一些沟通。而且他不是一个很爱去解释的人，不太多的去讲，更多的是去行动。可能他喜欢一个人的话呢，他不会去讲甜言蜜语啊，不会去讲很多好听的一些承诺，更多的呢去做一些实际的动作，让别人看到他的真心。一旦被误会的话呢，他也会觉得日久见人心，讲太多那也是没有用的。而且这个人他对朋友是绝对够义气的，是一个很重情重义的人，他也不爱去打听别人的一些私事啊，不愿意去讲流言蜚语，那不是一个很念旧或者是在乎过去的人。对于曾经的事情呢，觉得过去就过去了，不要去追究啊，不要去深陷其中，反而让自己情绪不稳定。做事情呢是有条不紊的，有时候是有一些害羞，那有时候呢是个性比较强悍不妥协的。在爱情里面，他是属于那种爱得很真挚，而且是非常持久非常深沉的。只要遇见自己觉得很合拍的人哦，他是会给予足够的耐心，一点一点的去滋润这份情感，一点一点去加深大家感情的这种深度的。遇见了可能担心啊、焦虑啊、不安全感的话呢，他也会尽可能的去克服，会做足够的一些努力，不会轻言放弃。这个人其实他一方面呢有比较迷人的性感的气质，一方面呢他又有一种很深沉超脱的个性，属于外冷内热型。可能有时候看见他的表面非常的平静哦，但内心也许已经有不安，或者是有非常热情兴奋的能量了。他看起来呢是非常自信的，因为他会包装自己，不让别人看到自己很脆弱或者是渺小的那一方面。他会把自己看起来非常的自信，而且非常的不在乎，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难过或者是担心的。他只是学会隐藏而已，不愿意让自己外在有太多的反应了，是属于比较酷的那一种人。不认识他的话呢，会觉得这个人好冷漠哦，好酷哦，好有距离感哦。但认识他之后会发现，其实他是比较顽皮的，他内心呢还是住着一个很可爱很柔情的那一方面。而且他也是非常好学的，喜欢当学生，或者是希望去学习不同的一些手艺呀，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技能，增加自己的专长。当他会的越多，他就越有自信，越有这种踏实安全感。而且在学习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他会非常的开心，会希望自己专注于真正积极的有作用的事情，而不要三心二意，而不要去专注一些没有用的无意义的东西或者事情。他也是很容易成为一个工作狂的人。这个人其实是蛮上进、蛮有勤奋的力量的。当然有时候呢，他也会陷入到这种情绪的挣扎里面，但大多数时候呢，他不会太过于的混乱，会是去克制自己的负面想法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之间是怎样的一个缘分存在呢？
他在该出现的时候，对的时间来到你的身边，而且他会激励你去跳入到未知世界，并获得个人的自由。他的出现呢，会引领你开始新的事物，或者是进入到生活的新阶段。你即将进入到人生新的一个周期哦，也许会让你重生，也许会让你得到更新，而可能它的出现呢，会让你选择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会让你更加欢喜，更加随心所欲的去感受你的人生旅程。在这个旅程里面呢，你会更加的勇敢，会更加的兴奋，并且也会有蛮多的新鲜感。可能他跟你之前认识的人都不太一样，而且他也会给你带来蛮多的一些活力跟自信的，让你觉得一切皆有可能。只要自己愿意去行动努力的话呢，命运是会帮助你的，而你自己呢也会去做突破的。对于有的朋友来说，这个人可能是你已经认识的人，或者是你们之前有过短时间的暧昧呀，或者是交集。他的出现呢，让你愿意重新去感受恋爱，重新去尝试这种甜蜜感。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这个人可能是新的人，那他会让你用不同的态度去享受，去创造幸福的机会。有可能你会觉得跟他在一起，完全会经历不同的人事物，有一些你从来没有过的体验。而你的行动，你的态度，只要去精心培养的话呢，你们的关系应该是可以走向成功，或者是走向理想主义的。而你们之间的成功呢，还是取决于你。你们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有积极的变化的，而且周围呢也会出现蛮多进展顺利的状态的，感觉好像幸运女神呢正照耀着你哦。你可能会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有机会呢遇到这个对你极大帮助或者是协助你的人，或者是可以给你带来爱情，给你带来大量社交活动的人。你跟他呢，你们会去有蛮多的聚会的，他也会教给你很多的东西哦。所以如果是桃花的话，他就是正桃花。那如果是朋友的话呢，他应该是你的正能量的朋友，会打开你的见识，会让你有很多新鲜的体验，给予蛮多的感知的，会激发你的灵魂天赋哦。如果是旧情复燃的话呢，可能他已经准备好要跟你建立长期的情感了，而你呢也觉得之前大家放弃的比较早，或者是有一些误会，这种心结打开了，实际上是可以有更多的磨合，实际上是可以往下走的。总之呢，内心是充满的这种新鲜感。你们有可能是在那种稍微比较安静的场所认识的，也许在你们认识的地方是有水杯，或者是有话筒的地方。也有可能对于有的朋友来说，是在你很熟悉的地方认识的。当然我们这边又再一次有一种旧情复燃的能量哦，所以这个人要么在曾经你的前世，或者是某一世跟你本来就是有缘分的，所以你跟他见面的时候会有熟悉感，或者是就在今世，你们之前也许就是有过一些联系，有过一些互动的，而再一次这一次的联系呢，是会让你不太陌生，有熟悉感的，或者是你们会选择大家之前有去过的地方，熟悉的这种地方去再一次见面。是有这样的一个能量所在的。那么它进入到你的生活干什么呢？是
保持着怎样的一个目的呢？对于有的朋友来说，这个人可能是你曾经的旧同学，或者是旧同事，或者是旧朋友，他一直对你都是有关注的，一直对你呢都是比较欣赏的。而这一次也许再一次重逢，再一次联系之后，他会看到你很美好的一面哦，会想跟你建立比较长久的关系，或者是想跟你建立这种团队伙伴，或者是爱情。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这个人他会蛮喜欢你的，在见到你之后呢，就觉得你是他的期待的恋人，要么会感受到你身上的这种活力，要么会感受到你身上的这种温暖，会想要跟你建立这种比较持久的、稳定的，不要有太多杂念的关系，不要有太多不安或者是不知所措的关系了。大家慢慢的来，也许未来你们是可以合作的，也许未来你们是可以进入到爱情里面的，也许未来呢，你们是可以成为知己，可以成为很好的伴侣的。他对你呢是心生喜欢，而且觉得你是一个比他成功，或者是比他有力量的人，他是愿意追随于你的，他并没有想要跟你平起平坐哟，他是高看你的，而且可能觉得你是一个很有领导力呀，很有组织能力呀，而且很有魅力的人，所以他想跟着你去做发展，或者是听你的一些安排，你们去有怎样的一种情感的建立。你在他面前是比较正直，而且生活应该是比较成功，应该是比较聪明有智慧的人，所以他会遵从于你的一些想法，他会倾听你的一些建议，会觉得跟你在一起的话呢，他应该可以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应该是可以加强自己的幸福感的。那么未来你们会建立怎样的关系呢？一半一半哦，毕竟这是一个大众占卜，但总的来讲，你们在一起的关系，大家都是顺其自然的去发展，没有特意的去维护，没有刻意的去做一些联系邀约，而是呢，大家舒适的去减少压力的这种相处模式。有缘分的话呢，那么就在一起；没有缘分的话呢，那就彼此的祝福。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可能他只在你的人生一个比较简短的时间，也许你们没有太多的一些机会去面对面去约会，有的朋友可能只能在网络上面去有更多的一些联系，或者是邮件上面呢，那有的朋友呢是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去建立稳定的关系的，在一起的这种可能性呢是有的，最主要的还是要看现实生活的这种阻碍是有多大。就目前呢，他对你还是有一些决心，他会对你有一定的意志能力的，感觉你是一个很体贴、很温暖、很给他舒服能量的人，而且呢，你也会激励他变得更好，变得更强。他会觉得你是比较靠谱的人，而且你也是比较有稳定性，也是一个很懂得经营自我，很懂得给周围的人带来幸福感的。反正跟你在一起肯定不会差。那么他对你呢，也没有特别的一种欲望，就是一直怀念着你，或者是一直想念着你，或者是在遇见你之后呢，会觉得你对他还是有蛮大的一种影响力的，他想去做一些积极的创造，也是保持着一个乐观之心的。那自己的尽力而为，最后呢，能否有一个好的结果，这个不重要，去很尊重、很珍惜遇见你，也
愿意在人生的旅途之中呢，有一段是可以留下彼此美好的回忆的。这个人的想法也算是比较通透的，算是比较理智的。你的美好是会被别人看见哦，是有人呢想来跟你有更多的联系互动的，不管是过去的旧人还是说新人，都对你有更高的一些期待。不过他不会太过于的急躁，它是属于慢慢来，慢慢培养滋润的那一种，也接受当下所发生的任何的变故。如果能好，那么就好好的；如果不能好的话呢，那也没有关系，淡定一些，从容一些，并不是每一个自己欣赏的人，或者是每一个自己喜欢的人都一定要陪伴在自己的身边的。只要对方呢过得好，那就是最好的。那守护天使给你的讯息就是你的祈祷跟正面的期许已经被听见跟回复了。打从现在开始呢，守护天使就会跟你共同的去处理这样的一个状况。你只要继续待在你当下目前的道路上面，保持你的想法的话呢，你是可以抵达非常高远的境界的。当下呢，生活节奏啊、运势啊各方面都是不错的，稳定的慢慢来，享受其中，多去做一些有爱的事情，或者是去做一些善良的事情。那保持着一定的爱的信念，可能你不需要一定要去捐款啊、捐物啊、做慈善啊，但是呢，可能多一些环保，多一些大自然，那多一些养育花草呢，这样的一种心态呢，都是会给你带来积极的能量，会让自己的运势呢保持在一个平衡的强势的状态，不会去败自己的运势。只要随着这个运势乘风而起的话呢，自然会获得自己期待的梦想成真的。而且最主要的人际关系是你跟神、你跟守护天使之间的关系。其他人生中遇见的其他的动物其他的人呢，其实都是会让你的人生有更多的感知到这种爱的力量，感知到七情六欲，那感知都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只要享受其中就好了，保持现在无欲无求，没有太多苛求。那既来之则安之，遇见了就好好的经营，没有遇见呢就享受独自的生活，这是很好的。保持这样的一个信念，同时呢，有时候让自己的头脑安静下来。可以，当你越平静，越不需要担心，越没有太多渴求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更强的一种幸福感哦。当有的朋友可能做冥想的时候，头脑里面是非常的这种混乱哦，其实让自己慢慢的沉下来，那头脑混乱的时候，让它飞，让它飘就好了。但是你要坚持做冥想，坚持的话呢，就可以训练自己很快的进入到一种无我的状态。最刚开始呢，可能先让思绪飞扬，然后开始把专注度放在呼吸上面，然后开始慢慢就学会沉静了。最后呢，你就可以聆听到宇宙啊，或者是守护天使给你的一些讯息，更容易呢与高我、与自己的灵魂去接触，会去接轨。当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之后呢，那你就会很强的这种磁场，让你感受到幸运，让你感受到幸福的，同时在自己的生活之中更加的平和一些。那就会让你享受到一种宁静，享受到一种很简单纯粹的幸福感。你的守护天使他们会支持你的。所以亲爱的，近期运气很好，在人际关系上面可以多一些奉献，多一些妥协，多一些主动，自己呢去把幸运、把爱的力量可以分享出去，你也会有更多的福报，更多的收获呀。平平淡淡就是真，真水无香。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